你知道中国现存的冷兵器哪把最强吗？有人说被誉为9大神剑的龙泉剑，还有变化莫测的子午鸳鸯月，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强的。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现存的10把最强冷兵器。第10，峨眉刺，它是一款江湖上的冷兵器，它的设计打造理念跟别的兵器不同，它外观两头有2个尖刺，中间有个吊环，使用时将手指套入其中，可以非常灵活的运转，操作时也是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这个点，实现致命打击。握拳时即可紧握双刺，进行刺、穿、挑、拨、扎、架等动作，造成巨大的杀伤力。峨眉刺的用法集合了刀、棍、剑3种兵器的使用方法，有刀法的贴身近战，棍法的闪转腾挪，以及剑法的灵巧快妙。现今也是多出现于表演使用，因为峨眉刺配套的武术具有健身养生的作用，所以也是深受人们喜爱，如今也在稳定传承中。第9，拐，它是18般兵器的其中之一。这种兵器在古代战场作用并不是很大，因为它的杀伤力非常小，但是它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实际使用过程中，双手相互掩护，真正的做到攻守兼备，频率非常快的交替攻击。长拐的长度大概在1.3米左右，通常来说形制一般为垂直的拐身，然后在其身上再加上一节短柄，使用的时候可以握住短柄，一般都是成对使用，也可以与其他的兵器搭配使用。短拐的特点就是以短制胜，使用起来灵活自如，如今我们生活中也十分常见。衍生出的梅花拐不仅可以用来锻炼，还可以用来给各国警方制服暴徒。第8，子午鸳鸯月，中国19世纪八卦掌门派使用的武器，3剑4刃18锋，是一种既可以进攻又可以化解对方武器的攻击神器。不过不是对这种武器使用特别熟练的人，稍不注意就极其容易弄伤自己，所以使用的门槛很高，一般都是成对使用。它的练法也是与别的兵器与众不同，步走8分，在运动中寻求变化，并且可以随心所欲，变化莫测，易守难攻。现如今也是有很多武术家练习传承，在我国武术比赛中也是经常能够看到它的身影。中国现存的最强冷兵器，你觉得是哪把？第7，牛尾刀，它是中国清代晚期官衙差役标配的制式武器，因为刀刃朝上，斜放很像牛尾，因此得名。刀身宽而薄，手感十分轻盈，便于携带，挥舞起来毫不费力。而且一般在电视剧中佩戴此刀的都是一些活不过3集的跑龙套的角色，但是根据现代武术爱好者的使用感受，牛尾刀宽薄的刀身使得在挥舞中重心后移，在劈砍时能够发挥出自身120%的力量，所以现代牛尾刀大多数是传统戏剧表演的常用武器，所以就跳出来一个牛尾刀观赏性大于实战性的观点。第6，红缨枪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已经将红缨枪和长枪等同了起来，其实并非如此，在枪上装红缨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不仅有装饰的功能，还有自己本身的实际用途。它能够在作战中长枪刺中敌人，同时敌人的伤口会溅出大量鲜血，然而它能够有效抵挡鲜血溅射，鲜血溅射在脸上容易抵挡视线，留在枪杆上也十分容易使枪杆变滑，难以持握，进而影响使用。有了红缨在刺击时，呈现放射状的红缨能够有效抵挡吸收部分血液，所以在后来的大部分骑兵的枪都配有红缨。现如今还是多用于表演为主。目前山东地区还有较多保存状态较好的枪头。第5，环手刀，它是中国战刀的鼻祖，也被称为汉刀，其刀柄末端被打造成环形，因此而得名。环手刀单面开刃，刀背更厚，这能进一步提升环手刀的劈砍能力。在实战中，环手刀面对的都是身穿皮甲的战士，它也是一刀致命。环手刀能有如此大的破坏力，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。刀刃角度极其小，刀背厚，这样的设计极其有利于劈砍。后面衍生出惊人的115厘米，配合骑兵用来冲锋使用，威力更是惊人。现在也是当成艺术品在博物馆出展。第4，苗刀，它又被称为御林军刀，最长可达1.6米，其中刀柄就长达0.4米。因为此刀身修长，形似禾苗，以此得名。注意苗刀的刀尾处是不开刃的，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手握，可以迅速在长短刀之间快速变换，兼有刀枪2种兵器的特点，同时也可以降低刀刃的锻造成本。而苗刀和日本刀的最大区别在于刀柄，苗刀只带一点弧度，更接近直刃，而日本刀则是典型的弯刀，并且苗刀对倭寇也有着极大的压制力。刀身修长，运用时刀随人转，势如破竹，有着刀中王中王的称号。盘点中国现存的10把冷兵器，今天它来了。第3，扑刀，扑刀又名拔刀，出现于宋代，在木柄上装有长而宽的钢刀，介于大刀与单刀之间，常用于自卫。由于使用2手握着使用，故又有双手带之称。使用时是利用刀刃和刀身本身的重量来劈砍敌人。扑刀全长约60到150厘米，刀刃长度在45到70厘米。从外形上看，和大刀区别并不大。使用途中可运用劈、剁、扫、切
气、脚等动作，身法十分灵活，变幻无穷。如今在武术表演中经常可以看到。第二，龙泉剑，它被誉为中国9大神剑之一，又名龙渊剑，有2600多年的历史，诚信高洁之剑。据历史记载，这把宝剑的由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欧冶子打造而来，在那个时候，这把宝剑就得到了很多人的重用，因为它的剑刃非常锋利，削铁如泥，同时也散发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而现如今制造过程中进行了调整，让它有了刚柔并济的感觉，也成了很多名家争先前后的收藏作品。第一，越王勾践剑，春秋晚期战国青铜剑，至今2000多年依旧锋利无比，也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剑。1965年，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楚墓群1号墓出土，现如今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。根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，拿剑时一不留神就把手指划破，在测试时也是轻而易举地将16层白纸划破，可想而知，这把剑也体现了当时的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准。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了，我怎么知道这是越王勾践剑？但你仔细看，剑身上写着8个鸟篆铭文，赫然写着越王勾践自作用剑，并且结合春秋铸剑特点，所以就确定了这个就是越王勾践剑，现今也是国家1级保护文物。